美国媒体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关注是一如既往的热衷。发文分析称，轰20首飞可能很快到来。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美媒1945发文表示，中国的隐形轰炸机轰20呼之欲出，它可能会在美方不知不觉中飞上天空。而美国正在研发的下一代轰炸机 B-21又被延迟了首飞计划。中国的隐身轰炸机或许真的可以在 B-21首飞前提前进行试飞。中国新轰炸机如果能实现批量生产，可能会改变东亚的军事平衡，因为这架飞机具有主导该地区的能力，尤其是轰20的隐身打击能力，可以将关岛、冲绳、韩国甚至美国的军事基地置于巨大的风险当中。美媒引述官媒《环球时报》称，中国官媒暗示轰20隐形轰炸机或将先行试飞。美媒的依据是中国官媒特别提及了一款具有重要战略和历史意义的重要飞机。美媒分析称，这形容词只有轰20能够配得上。目前只有美国空军拥有隐形轰炸机，20架 B-2隐形战略轰炸机是美战略轰炸机的王牌装备。俄罗斯的隐形轰炸机只存在于 PPT 上，能够在隐形轰炸机领域和美国媲美的只有中国。轰20将是中国空军未来的主力轰炸机，将和解放军的轰6系列轰炸机进行高低搭配的组合。美专家认为，轰20最大外形特征就是类似于一个三角板的外形，采用飞翼式布局和新式的折叠垂尾，具有良好的隐身性能。4台发动机埋入轰20机体，同时经过红外信号屏蔽处理。轰20隐形轰炸机整体的隐身能力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据称 RCS 信号小于 0.1 平方米，而且轰20将是解放军有史以来开发的最重轰炸机，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200多吨，载弹量相比轰6系列轰炸机大幅度提升，超过40吨载荷能力，而且超大的机身能够拥有更多的油料，加上4台功率强劲的发动机，轰20的最大速度应该在900千米每小时，作战半径超过6000千米，完全可以打穿美国1-2岛链的军事基地，并且可以直接对珍珠港进行轰炸行动。而随着央视正式曝光运油20大型空中加油机正式入役解放军空军的消息，轰20隐形战略轰炸机得到了先进加油机的助力。经过一次空中加油后，其作战半径可以拓展至8500千米以内，理论上可以在战时直接从北半球飞抵美国本土进行打击行动。而且考虑到轰20战略轰炸机搭载的导弹种类繁多，包括亚超音速巡航导弹、空射弹道导弹，导弹的射程在1500千米至7000千米之间，加上飞机本身的作战半径，在战时完全可以对美国本土全境进行防区外精确打击，或是纵深精确打击。美媒表示将密切关注轰20战略轰炸机的动向，如果要进行首飞，美媒将第一时间报道。虎妞认为，轰20隐形轰炸机要是马上就能够试飞，恐怕是为时尚早。官媒目前没有任何轰20隐形轰炸机试飞的相关消息。此前关于中航试飞院盛传的将要试飞具有重要战略和历史意义的重要飞机，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轰20隐形轰炸机，而是 C919 国产客机，并且已经官宣试飞完毕。根据航空工业商飞在他们自己的官网上更新的动态显示，在试飞院进行了动员大会，并且对于6架 C919 原型机进行了试飞，完成了全部的试飞工作，取证成功，可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和历史意义。这代表我国结束了没有国产大型客机的历史，也代表我国的航空产业链发展开始了新征程。至于轰20隐形轰炸机的试飞时间，虎妞则认为绝对不要太过乐观，毕竟中国在轰炸机科研领域上和美国具有明显的差距。美国研发轰炸机的历史要多出中国半个世纪，具有充足的设计经验和研发优势。中国在轰炸机方面的研发完全就是盲人摸象，以前引进的都是苏系轰炸机，后来仿制的也是苏系轰炸机，即便是最先进的轰6N 轰炸机，也是以苏联轰炸机为底子研发的魔改版本，而现在却要研发从来没有任何设计经验的隐形轰炸机，
难度不可谓不大。因此，对于美媒猜测轰20能够在近期试飞的观点，虎妞不敢苟同。虽说一定会有，且行将不远，但具体的时间节点，还是让我们一起再做观察，拭目以待。